如果有一天汽车厂商突然跑到你家车库，把你花了几十万买回家开了10几年的老车当场砸烂，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永远给这辆车提供保修，所以只能把它销毁，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厂商疯了。但离谱的是，这一套强盗逻辑在游戏行业的那些大厂眼里完全合理合法。而当玩家们终于站出来说不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根本不公平的较量。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发起人 Ross Scott 带着超过130万欧洲公民的联署请愿，出席了欧洲议会的听证会，代表全体玩家提出了具体且可行的诉求。可讽刺的是，这帮游戏巨头宁可在公关和游说上挥金如土，也舍不得花哪怕1%的预算去给玩家做一个简单的离线补丁。就在 Ross 出席听证会的同一时刻，欧洲的游戏巨头们派出的专业游说团队也在玩家的背后捅了一刀。6月16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做出了回应，拒绝就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诉求立法。而仅仅在这个决定被做出的前一周，委员会才刚刚和包括育碧 CEO 伊夫吉耶莫在内的欧洲游戏行业高管进行了一场不对外公开的秘密会谈。可笑的是，这一场关于消费者权益的会谈却没有一个消费者被允许参加。不过欧盟委员会的拒绝并不意味着运动就此失败，玩家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给他们致命的绝地反击了。Ross 和他的团队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欧洲议会，计划以数字公平法案为切入点，推动一轮新的立法行动。另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同样针对这一问题的立法行动，在面对游说集团的全力阻拦之下，也稳定的一路闯关。任何伟大的事情想要办成，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这场属于全体消费者的数字资产保卫战，随着欧盟委员会的拒绝立法，才刚刚进入真正的深水区。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在欧盟委员会是如何被背刺的，他们在欧洲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是什么，以及美国方面推动数字所有权立法的最新进展。到欢迎老九频道，我是老九。首先还是先给不知道的小伙伴解释一下什么是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啊。简单来说，它不是要强制要求游戏厂商必须把游戏服务器永远的开下去，而是当厂商决定停止运营一款游戏时，必须给玩家留一条后路，比如发布一个离线补丁，或者允许玩家自己搭建服务器，尤其是那些本质单机但是强制联网的游戏。总之得让花了钱买了游戏的消费者在厂商停止支持之后还能继续玩手里的游戏，厂商不能一刀切的直接把游戏从玩家的游戏库里给删了，把它彻底变成电子垃圾。在更深的层次，这场运动指向的其实是数字时代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花钱购买一款游戏或者是任何其他数字商品时，我们实际获得的到底是可以长期占有的个人财产，还是说厂商可以随时收回的使用许可？玩家们正在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将这一模糊的界限彻底的给搞清楚。虽然说欧盟委员会拒绝了单独对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就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得理清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之间的区别。欧盟委员会是手里握有立法提案权的官僚政府，而欧洲议会则是直接代表千万选民的民意机构，他们的屁股从一开始坐的位置就完全不同。欧盟议会拥有立法权，欧洲议会拥有对现有法律修改的权利。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欧洲的游戏大厂们找到了可乘之机。在欧盟委员会做出拒绝立法决定的前一周，委员会关起门来和欧洲游戏行业巨头们组成的游说组织欧洲游戏行业协会搞了一场不见光的秘密会谈。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官方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质疑，因为在6月16号这个欧盟委员会就要给出正式回应之前的6月3号突然宣布开会，这个时间点也太敏感了。而且这场会议的座上宾居然包括了育碧的 CEO 伊夫吉耶莫。你要知道啊，正是育碧亲手杀死了标酷车神的在线服务，把这款无数玩家花钱买回家的本质单机游戏变成了电子垃圾，而后才彻底点燃了这场席卷全球的维权运动。可就在欧盟决定是否立法的关键节点，欧盟委员会的这帮高级官僚竟然把最大的被告当成了座上宾，却把媒体和消费者的代表死死地关在了门外，在一个没有消费者的会议厅里堂而皇之地讨论着消费者的权益，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不过 Ross 在自己频道最新的视频里表示，其实他们对欧盟委员会的倾向早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而且如果你有关注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欧盟委员会的心里也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了。根据 Euroactiv 去年12月份的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准备一个象征性的表态来应付愤怒的游戏玩家。那个时候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签名的收集，而且 Ross 还说他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和欧盟委员会进行了首次会面，那个时候委员会的态度就已经更像是在极力寻找一个拒绝这项提议的理由了。他们甚至直接搬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术，把游戏描绘成所谓的有生命会呼吸的存在，这和玩家真正关心的已经停止更新的游戏在停服后的离线解决方案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之后在2月和5月的多次会议中，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同样的问题被反复追问。 Ross 表示，某些核心问题他们已经解释了无数次，可是即便如此，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们都需要从零开始解释这项运动的初衷，仿佛欧盟委员会就是有意识的在拖延时间敷衍了事。比如说他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了很多次，玩家从来没有要求过开发商提供任何无期限的服务器支持，我们只是要求游戏在停运时给花了钱的消费者留一个能本地游玩的解决方案。 Ross 后来还提醒众人，他说，虽然这场运动代表了超过130万欧洲公民，而欧洲游戏行业的游说方所代表的从业人员不足12万人，但在实际的交流接触上，游说方与欧盟监管机构的会面次数保守估计是停止杀死游戏运动方的数百倍，且真实数字甚至可能更高。因为很多非公开场合的会面根本就不会留下任何公共记录，因此这些完全不了解电子游戏的官僚长期泡在行业游说方的话术里，最终被带了节奏也就不奇怪了。游说组织欧洲游戏行业协会在递交给欧盟委员会的官方立场文件里，把这一场运动扣上了所谓强迫厂商无期限运营服务器和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强迫泄露核心源代码的帽子，每一条都是对玩家诉求的恶意曲解，每一条也都是 Ross 反复澄清过的谎言，而欧盟委员会却还是选择了照单全收，所以才最终在6月16日的公开回应里，把这些大厂的说辞当成了拒绝立法的官方理由。那么这场运动的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虽然通过欧盟委员会立法的这条路被官僚和资本联手堵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终结，相反，真正的战役才刚刚打响。 Ross 和他的团队其实也早就已经调整战略了，接下来的重心将全面转向拥有对法律修改权限的欧洲议会。他们计划全力推动对正在审议中的欧洲数字公平法案进行关键性的条款修改，而且欧洲议会的内部民意也已经彻底被这场运动给点燃了。就比如说我上次视频里提到的 Ross 所参加的听证会，不仅有来自不同党派的45位议员联名向欧盟委员会发起了严厉质询，欧洲议会的内部更是有着多数派的绝对支持。绿党议员格雷格罗娃在全会辩论中就曾经公开怒斥欧盟委员会，他直言，你们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那几家超级大厂的台词，技术手段根本不是障碍，摧毁一款付费游戏纯粹就是厂商的商业决定。社民党议员莫提肯沃也直接戳穿了大厂的商业算计，他说道，这种强制关闭服务器的行为在游戏有续作需要割韭菜的时候尤为常见，委员会看到了问题却不给出解决方案，这完全就是不公平的。而运动的领导者们正是想要通过推动欧洲议会推出修正案的方式，把游戏停服后必须给消费者留出善后方案的这一关键性条款作为修正案强行塞到数字公平法案当中。一旦这条路成功了，它的效力等同于单独立法，到时候那些3A 大厂精心编织的黑箱铁幕将被彻底的撕碎，他们未来将不得不面对整个欧盟法律的强力制裁。当然，欧洲这边的坎坷虽然是意料之中，但最终离法案的修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至少运动最新的方向和目标已经十分明确了。而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大洋彼岸，在美国的加州，这场玩家维权行动的进展比欧洲那边要顺利得多。美国那边的进展对比欧洲，用 Ross 的原话来说，不仅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白天与黑夜的鲜明对比。同样是面对游戏行业内大厂游说集团的疯狂阻击，美国加州针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 AB 1921法案 AKA 保护我们的游戏法，其推进过程在程序上却显得异常清爽。在运动方提出诉求之后，加州立法机关迅速承认了停止杀死游戏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现实问题，随后双方便进入了健康的法案修正
证和澄清环节。不过虽然说美国相对于欧洲立法推动的相对顺利，但是北美游戏行业的游说集团的游说手段和借口却同样无耻。作为美国游戏行业代表的娱乐软件协会 ESA， 他们的 CEO 最近亲自跳了出来，抛出了一篇漏洞百出的声明。在这一篇公关的文稿里， ESA 几乎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谎言全部都重复了一遍，满纸都是和欧洲游说机构别无二致的陈词滥调。什么这部法案暴露出对游戏开发和维护流程底层逻辑的极度无知，这等于是在强迫开发商必须无期限地保持服务器的运行。还有什么这一项提议中的加州法律误解了在线服务的工作原理，正在威胁现代游戏的体验。像这种表述不同、核心内容完全一样的论调，在这篇声明中前后至少使用了8次。他们欺骗议员和公众，说这个法案是在强迫游戏开发商无期限永远的维持服务器的运营，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维护成本。但正如 Ross 愤怒反驳的那样，你就算是把整个 AB 1921法案翻个底朝天，你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是在要求厂商无期限的承担服务器的费用的。甚至连大厂们挂在嘴边的第三方版权到期无法提供离线版本的借口也被啪啪打脸，因为行业里早就开创过几百个版权到期但依然能离线游玩的先例了。幸运的是，加州的立法者并没有像欧盟委员会那样轻易的被大厂剥夺智商，他们一眼就看穿了游说集团的虚假指控。不过立法的程序往往意味着双方都需要做出适当的妥协。为了能够让法案顺利通过，目前 AB 1921法案进行了一次关键的修正，加入了一个新老滑段的豁免条款。简单来说，就是所有在法案生效前已经存在的旧游戏将不再受这部法律的约束。这确实意味着大厂们过去造的那些孽将无法被追究，我们能保护的游戏变少了，但这才是真正健康的利益的博弈与妥协。这个改动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它意味着在法案正式生效后上线的游戏，未来一旦面临停服，厂商将必须依法为玩家提供离线版本，或者是提供全额退款。直到目前，这一部法案在加州众议院已经高票通过，并正式挺进了州参议院的审议阶段。虽然说 ESA 的游说团队还在妄图用同样被戳穿过的谎言去糊弄州参议员，但在加州势如破竹的立法趋势面前，他们的挣扎显得苍白无力。而如果加州立法成功，它的意义将远不止于一个州的胜利。加州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它的立法风向历来会对其他州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一旦保护我们的游戏法正式成为法律，全美其他州的跟进也只会是时间问题。Later， 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欧美那边的立法和我们亚洲的玩家有什么关系？但事实却是，游戏行业从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当欧盟或者是美国强制要求游戏厂商在停服时必须给玩家留一条后路的时候，这些全球同步发行游戏的大厂不可能单独为亚洲玩家维持一套随时销毁的特供标准，因为法律的边界往往会倒逼行业标准的重塑。实际上，法国的竞争消费与反欺诈总局、德国的消费者协会、澳洲的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已经行动了起来。这阵风吹到亚洲来也只是时间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争取的从来都不只是能不能继续玩一款老游戏这么简单而已，它指向的是数字时代一个所有人都绕不开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花钱买下的数字商品到底算不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今天游戏可以被远程销毁，明天被销毁的就会是你购买的电子书、你订阅的音乐，甚至是你储存在云端的一切。这条底线值得每一个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消费者去关注，无论你现在身在哪里。Anyways， 欢迎收看这个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对停止杀死游戏运动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